之前我们把初级入门和中级教学都讲完了嘛，接下来就要迈向高级教学的系列。第一期要讲到的就是效果非常显著、使用起来又非常简单的 IP Adapter 图像提示适配器。这是第一章节，今天会先从安装开始讲起。它的前置作业稍微有一点麻烦，要安装下载的东西有一点点多。我会尽量涵盖所有的安装方式，影片中提到的所有连结我都会整理好放在 Vocus 的好读文字版里面。B 站的部分会单独放在置顶留言，因为之前真的是被锁烂了，暂时不想再用那个 B 站专栏功能。如果大家有方便连上的适合放文字版的内地网站，也可以留言推荐给我。那在影片正式开始前，我想先感谢一位来自 B 站的朋友救急广告哥，在上次 Sola 那支影片的弹幕中提到了关于 Token Drop 我的解释有误的部分。我后来又回去研究了一下，确实不能说是随机，但要说是 drop 掉重复性高的也不算很准确。应该说它是丢掉 AI 透过算法认定为权重低的，对于学习特征没有影响的部分。Anyway， 非常感谢留言指正。这部分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我们下次可以来聊聊，今天就不占用太多时间。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在 YT 帮我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在 B 站帮我一键3连加关注，各位的支持就是我的更新动力。另外在 Discord 伺服器有各种新闻订阅跟论文资讯，欢迎加入来讨论交流。如果你这个礼拜没有更新过 Comfy UI， 请先更新你的 Comfy UI。直接下载 Portable Standalone， 也就是打包版本的朋友，有2种方式可以更新。一个是直接去重新下载官方最新版本的打包档，一个是把你的打包版本资料夹打开。我这边没有解压缩，所以画面不太一样。你对照着你解压缩后的位置去开是差不多的。点一下这个 Update 资料夹，然后点这个 Update Comfy UI.bat， 让它跑完。如果是使用 Git Clone 下载安装的朋友，去你的 Comfy UI 资料夹，在地址列打 cmd 叫出命令提示字元，然后输入 Git pull 等待它跑完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使用 Manager 的 Update 按钮来更新，但是这个目前有几率会更新不完全，所以还是比较建议使用上述的方式来更新。关于这次 Comfy 的本体更新，还有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之前我们介绍过的相当好用的 CHSDXL 系列扩展，在这次的更新之后，暂时是无法使用的。虽然有国外的热心大神临时写了修复文件，但是并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修复，终究我们需要等待原作者 CH 大哥回来修复扩展功能。但是这位大哥已经大概半年没有更新过扩展了，所以很难说他什么时候会修好。不想使用修复文件的朋友，也可以选择先把这个扩展移除，用一般的 K-Sampler 来进行 SDXL 系列模型的生成。IP Adapter 全名叫做 Image Prompt Adapter， 是一种专为预训练的纹身图模型设计的轻量型适配器。它的主要功能是为这些模型增加单独的图像提示。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特性是它的分离交叉注意力机制。在这个算法架构里，文本特征和图像特征被分开处理，然后透过交叉注意力机制来结合这些特征。这种分离的方式使得模型可以更有效地分别从文本和图像提示中得到被提取的特征，让生成结果可以更加准确符合你的要求。除此之外，它还具有很高的泛用性，能够在不同的大模型上运作。可以搭配 ControlNet 和 LoRa， 还可以跟其他的功能节点进行结合。某种程度上，你可以将它视为 AI 的眼睛。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要怎么在 Comfy 安装这个适配器。在 Comfy 的扩展 Custom Nodes 里面，有一个叫做 Comfy UI IP Adapter Plus 的扩展，你可以在 Manager 搜寻到它。下载的时候，顺便点一下扩展的名称，就可以连接到它的 GitHub 页面。下载完后，记得老样子，不要点这个 Restart， 把 Comfy 完整关闭重启。那关闭之后，先不要急着打开，接下来我们还有一段漫长的下载之路。回到 IP Adapter Plus 的 GitHub 页面，往下拉到 Installation 的部分，
这些全部都要下载，除了写着 deprecated 的这几个。我会弄一个模型打包的网址，但你还是会需要自己手动把它们分别放好。该放哪里可以参考这个 installation 写的路径。2个 clip 放在 Models 的 Clip Vision 资料夹。所有的 IP Adapter 模型放在 Models 的 IP Adapter 资料夹。如果你没有这个名称的资料夹，就手动新增一个。最后是 Face ID 的模型，同样放在 IP Adapter 资料夹里。然后 Face ID 的 LoRa 放到你的 LoRa 资料夹。如果你平常丢在 A1111 的资料夹，并且有导过路径的话，就放去 A1111 那边。把这些档案都放好之后，还有最后一样东西 Inside Face。如果你之前有使用过 Root， 理论上不需要重新安装。但如果你的 IP Adapter 跑不成功，或是你怕有万一，就是想要重新装一次，那我们就先从解除安装的方式讲起。打开 CMD， 输入 pipe uninstall inside face， 这样就好了。尽量避免手动删除资料夹，用指令会干净一点。接下来，已经安装过 Visual Studio 的朋友可以跳过这一段，没安装过的朋友可以从好读文字版或是置顶留言找到连结。因为之前有教过一次了，所以这次会讲快一点哈。点开选择 Community 版本，载完打开点继续，等它跑完，在这个选择安装项目的画面，只需要勾选 Python 开发、C++ 桌面、Visual Studio 扩充这3样，右边不动，然后点安装，跑完就是安装完毕，可以把这个视窗关掉了。接下来有2个方法可以安装 Inside Face。第一个是直接在 CMD 输入 pipe install inside face， 2个等号 0.7.3， 等它跑完就好。第二个是使用 Will 档案，这是一种 Python 安装包，它总共有4种版本，对应4种不同的 Python 版本环境。所以我们要先来确定你的 Python 是哪个版本。Comfy 属于一般安装的朋友，在 CMD 打上 Python-V， 注意这个 V 大写哈，就会显示了。我没有测试过使用打包版本的话，这个指令行不行得通？但打包版本也可以去 Python Embedded 这个资料夹里面的 Python 执行档，点开就可以找到。确定了你的版本之后，选择对应版本的 Will 档，因为它是一个你只会用到一次的安装包，所以其实放哪里都可以，放下载或桌面都可以。大部分教学推荐是放在你的 Comfy 打包版本的 Python Embedded 资料夹，指令会相对简单一点点。那载好了需要的版本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安装。在这边打开 CMD， 输入 python.exe-m pipe install， 后面接你的档案路径。如果你把 Will 档放在 Python Embedded 以外的地方，对 Will 档案点右键，选择复制路径，再贴过来 CMD 就可以。丢在 Python Embedded 的朋友，直接复制完整的档案名称贴上，等它跑完就安装好了。那恭喜各位，到这边就安装完成。理论上，现在你已经有所有需要的东西。回到 Comfy 之后 ，IP Adapter 应该要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这是我平常用来跑的流程。如果你看得懂，那么你可以先试着玩看看。如果没有办法的话，下一章节我们就会来看怎么拉 workflow。最后顺便说一个最近蛮多人问的问题，你们有时候会在我画面的右上角看到那个终端在跑吗？这个是我用 OBS 录影的时候把终端的画面叠上去的，并不是在 Comfy 里面可以实现的功能。但是 Comfy 其实有显示终端的方块，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可以在空白处点2下，打开搜寻框，输入 ter， 找到 terminal log， 然后要记得把 mode 转成 login， 接下来它就会显示出终端的内容了。好的，希望这个教学有帮助到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方或者 Discord 频道留言，也欢迎跟我讨论你对 IP Adapter 的使用心得，把影片分享给你对 AI 算图感兴趣的朋友。感谢各位收看，拜拜。